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就在大家忙着跨年狂欢的时候，新加坡的能源与城镇解决方案巨头圣科工业悄悄给自己送上了一份超大的新年礼包。2025年12月31日，圣科工业正式宣布，他们拿到了越南庆和省新工业园的投资许可证。这可不是一个小项目，而是整整490公顷的宁春工业园。很多人可能会纳闷，为什么新加坡的企业放着自家的地不搞，偏偏跑去越南圈地？其实这已经不是圣科第一次在越南大展拳脚了。随着这个新项目的加入，越新工业园 VSIP 在越南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1个。这种国家级名片式的合作，标志着新加坡的工业园外交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巅峰期。新加坡这种人在师承产在越南的打法，想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经济大智慧？接着往下看，我们一起揭晓。很多人对工业园的理解还停留在盖厂房、收租金的阶段，但圣科工业在越南玩的可是高级的降维打击。现在的圣科已经从传统能源供应商转型成了可再生能源巨头。他们新建的这些工业园，显见着他们新建的脸颊，主打的就是低碳智能可持续。现在的全球名牌，比如乐高，想在越南建厂，最看重的是零碳排放。圣科直接把屋顶太阳能、智能电网和循环水处理系统打包送上，这哪是简单的出租场地，这简直是给跨国企业提供了一整套绿色通行证。新加坡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绿色技术外溢到了整个东南亚。这种绿色管家的身份，让新加坡企业在越南不仅站稳了脚跟，更成了高端制造业抢着进驻的香饽饽。而这种技术的输出，其实比单纯的体力劳动赚钱多得多。在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的大潮中，越南凭借人口红利和地理优势，成了亚太新增长极。而新加坡的眼光极其毒辣，这次圣科选择的庆和省位置优越，靠近深水港和机场，是未来的物流核心。新加坡企业在这里建园，其实是在帮全球制造企业做战略卡位。当全世界都觉得制造业迁出新加坡是种损失时，新加坡的精英们却在想，既然工厂要搬，那不如搬进我建的园区里。这样一来，无论你生产什么，背后的电力管理、金融服务和物流链条依然掌握在新加坡企业手中。这种离岸制造业控制中心的模式，让新加坡在这一轮全球供应链重整中，反而赚到了更高溢价的钱，实现了真正的稳赚不赔。圣科能在越南拿到第21张入场券，背后其实是新加坡和越南之间极高的政治互信。越新工业园 VSIP 模式已经走过了几十个年头，蝉联了10次越南最佳开发商。对于越南政府来说，新加坡的管理不仅代表着高效，更代表着廉洁和标准。这种信任红利是金钱买不来的，它让新加坡企业在越南的新兴省份布局时，能享受到更顺畅的审批和政策支持。与此同时，新加坡通过这种深度绑定，也确保了自己在亚细安内部的议程设置能力。每多建一个园区，新加坡在区域经济中的话语权就重一分。这种从经济合作上升到战略信任的过程，让新加坡在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时，多了一份难得的从容。通过在越南等邻国不断复制 VSIP 模式，新加坡实际上是在本土之外再造了一个工业新加坡。这种制造业的迁移，表面上看是工厂走了，实际上是财富和影响力的回流。新加坡赚的是技术费、管理费和金融服务费，这些才是金字塔顶端的利润。在未来的东南亚版图中，新加坡将继续扮演这个超级大脑的角色，通过绿色和智能的工业网格，把整个区域的增长动力都连接在一起。看到这里，你觉得这种输出管理和标准的模式
是未来强国发展的必经之路吗？你觉得越南会成为下一个亚洲工厂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